今天又一辆中国电动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市场。来，今天我们介绍的新车就是全新的 Neta X。本地贩售的 Neta X 总共会有3个车型哈，分别是400 Comfort、400 Luxury 以及500 Luxury。这个东西是怎么分别的呢 ？OK， 简单来说，它前面的数字400、500，就是它的这个行驶里程，因为它有2组锂电池嘛，一个比较小一点，一个比较大一点。那 Comfort 跟 Luxury 的差别呢，就是它的配置的东西。Comfort 呢，你可以想到它能拔的都拔掉了，不到说能拔的都拔掉。像我身边这辆，其实它就是 Comfort。第一，它把 ADAS 拔掉了；第二，它把电动尾门拔掉了。但是很奇妙的天窗它有留着，这就是2个车型的差别，一个是400公里，一个是500公里，然后一个是入门版，一个是高配版，你这样子去区分它。目前的售价，今天正式公布的价钱是120千、128千跟136千。这个价钱你有觉得意外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只是我会先想一件事情，大家要记得Neta 他们在马来西亚第一部发布的车子是什么？是 Neta V。那时候他们发布多少钱？售价是110千，甚至100千。可是如果有在关注这辆车的朋友，你去一些 showroom 啊，你甚至在 Facebook 上看到广告，你都会发现到一件事，不少经销商跟不少销售员把价钱直接可以下丢到差不多70多千，你就可以拿到了。所以今天这辆车这个定价，到时候2个月、3个月后的定价。会有没有什么剧烈的调整呢？其实我不好猜测，所以这件事其实对车主来说，我觉得也会很尴尬，因为你要想，我如果是一个车主，今天你发布了，我觉得我对你很有兴趣，可是我买了之后2个月，它跌了一个20千或者30千，我的感想是什么？然后第二件事，你要想它的竞争对手是谁？它的竞争对手其实非常强大。第一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称霸电动车的比亚迪 ATO3， 对。第2个是Omoda E5， 它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非常2个强大的对手。它的优势跟它的劣势是什么？我们先说它的劣势好了。第一就是它的动力规格，来，它今天2个车型嘛，分别是400跟500。它搭载的锂电池分别是51.8跟62 kW 的锂电池，输出最大马力163匹，扭力峰值210牛顿米，0-100加速9.5秒，极速为180公里。NEDC 里程我先强调是 NEDC， 不是 WLTP NEDC 表示什么 ？NEDC 表示你的数字会跟实际里程比较大的落差。它的 NEDC 里程是401公里跟480公里，再比较它的对手。你去看 ATO3， 你再看 Omoda E5 的马力跟扭力表现，其实都明显比它来得更高。行驶 NEDC 里程是跟它结果出来可能是差不多的。那有好有坏啦，对手可能动力强，但是入税肯定就比较贵。那今天它马力数字可能来得比较偏低。相对而言，入税就比较便宜，这大家自己去做抉择。回到这辆车上，造型的部分，其实我要说真的，你比较起 Neta V 跟 Neta X，Neta X 的造型，它不只是我要说正常，我觉得它不只是正常，它其实整体是很好看的，它有去抓到了汽车设计语言该有的一个轮廓出来了，日行灯的整个造型，双主灯的主灯在下面的设计，前保杆的镀铬，还有整个车身线条的打造，在一辆 SUV 上，它真的有比较呈现出一个成熟的面孔。轮圈采用的都是18寸的配置，而且很神奇的就是都有大天窗Neta X 的车尾有觉得好看吗？我就觉得蛮好看的。第一，整个车尾的层次感、线条，它有掌握到那个运动化的氛围，有那个运动化的整个设计感。然后第2点，尾灯的光条，这个1字眉的 LED， 承受度很高。然后它的 signal light 是直列状的，也是很好看的。logo 只有一个 X 在这边，没有特别告诉你这是高配还是入门版，就
非常简洁好看。这两是入门版，怎么知道？首先第一件事，打开它的尾门，竟然没有电动尾门，我蛮意外的，我非常意外，竟然没有电动尾门，高配版才会给。第二个 ADAS 也是高配版才会给，所以你第一个就只有第一个400 Comfort 没有电动尾门，没有 ADAS， 但是你中间的400 Luxury 跟500 Luxury 都有那些进阶式的配备了，就看你这个价钱你怎么去拿捏。然后后车厢以一个 SUV 来说 ，OK 中规中矩了，有一个全屏的设计这样子，然后没有备胎是肯定的，然后有很大的收纳格。就给你一个充电线，这也是基本的。然后椅背很明显可以做645，哎 ，OK， 全躺平，但是有一点点翘起来，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坐上Neta X 的后座，首先第一件事，我的身高169公分，我的膝盖空间是够的。第二，我的头部空间也有超过1个拳头，所以整体的后座在于一个 SUV 车上而言，算是相当充裕的。座椅的部分呢，第一，大腿长度是够的，抬高缺一点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了。再来，椅背角度倾斜算 OK， 是斜度是好的，可以做调整吗？没有，它就一段就是这个角度 ，OK。包覆空间感，整体的支撑我都觉得不错。然后再来皮革，即使入门版都是相当有点过度柔软的皮革啦。但是左右座很明显，它的皮革是比中间来的更好的，所以这个材质有差，而且我觉得是你一坐上去马上就会被吸引的那种材质。然后中间靠手打开来，有2个置杯架，然后有一个按钮打开来，它是一层。有点薄到有点奇妙的 plastic， 然后它是给你放 tissue， 中间可以抽出来这样子，有一点奇妙啦，这个 plastic 的质感。然后旁边的材质也是，上面是皮革，中间是碎，有点麂皮的材质。音响喇叭的整个 design 也不错，但是下面的硬质塑料就会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，你听啊。就 OK， 上面是好的，红白色的车缝线，皮革碎 ，OK， 车门把都感觉不错，但是硬质塑料的使用就很一言难尽，你知道吗？就好，然后就一颗 Type C， 一颗 USB。有冷气出风口，有收纳格，地板全平的，空间算大，上面有全景式的大天窗，所以仿佛看起来一切都算很美好。好，我们坐上它的驾驶舱，上面的材质是皮革，中间是皮革，而且上面是硬的，中间是柔软的，有车缝线，然后下面才是硬质塑料。冷气出风口都有做一些镀铬雾银，所以感觉还不错。旁边的材质也是这样子，然后座椅是有点运动的座椅，长度也够，包覆支撑都有。驾驶电动，副座也是电动，驾驶盘手动4项可以调整。OK， 奇妙的东西来了。首先第一点。驾驶仪表跟 Neta V 一样是一个计算机，可是它的计算机呈现还蛮精致的，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，其实那是我车展有看到，然后我的想法是，与其像有一些中国车，它用 LCD 荧幕嘛，还是 LED 荧幕，也是比这个大一点，但是里面的画质呈现其实是不怎么样的。与其用那个，好像直接用这个可能好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在中间，你要么就很美的数仪表，要么你就用这个。你用那种很阳春的数仪表，反而没有计算机来的好。对，我个人的想法啦。OK。第二点，驾驶盘3辐式的设计，然后它的2个操控区是有点镂空这样子的，2个滚轮，然后2颗实体按钮，就是什么声音？对，我不知道它的操控是什么。然后就很奇妙的设计，对。然后有皮革包覆，有红色的车缝线，下面是钢琴烤漆。中控荧幕，他们说规格表上面说会有 Apple CarPlay，
但是之后才会给你 OTR 更新进来，现在是还没有的。现在他们用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所谓 AutoKit 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第三方插在 USB， 然后你的 Android 主机就会多了 Apple CarPlay 的功能。然后规格表那边是没有写 Android Auto 啦，排档杆是右边嘛，这个很正常了。左边呢是雨哨跟方向拨杆，这个也很正常。但是它的车灯、车头灯哦，一般上你是 Auto 的嘛，你都开着。但是你要调整的话，你要去 Setting 里面，它里面很多 Setup 哦 ，Side Mirror 啊，车灯啊，然后有的没有的啊，全部在里面做 Setting， 玩 Better 啊，驾驶模式啊，你要在里面找。所以它其实很多功能都在这个中控荧幕很大啊，都在里面。所以你变成说，开关灯你没有 switch， 你没有调整了，你就是要去里面，你不能在这边转什么的。所以就有点像那时候 Neta V 的感觉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要去适应这个新的功能。然后往下看，中间的 Central Armrest 的材质，我有一点觉得也跟上面有点不符合了哈。有一个无线充电座，2个置杯架，收纳格，然后大收纳格靠手，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收纳格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入门版也有360环境显示哈。这个极具这个价钱的对手，差不多给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它还给到可能60%、70%，对，所以要在马来西亚市场竞争，马来西亚市场其实真的没有很大。这样的竞争，你觉得它可以脱颖而出吗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